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分享时刻。今天我将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一本极具洞察力和实用价值的书籍《灰犀牛》。这本书的作者是米歇尔·沃克 （Michelle Walker），他是一位著名的策略家、作家和演讲家，以其对全球风险和决策的深刻见解而闻名。沃克在书中提出了灰犀牛这一概念，用来描述那些我们本可以预见，却常常被忽视的重大风险。灰犀牛不仅仅是一本关于风险管理的书，它更是一本关于如何识别、理解和应对那些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的指南。它教会我们如何从被动的风险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风险管理者，从而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在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生活中，是否曾经遇到过一些看似遥远，但实际上早已潜伏在身边的重大危机？比如职业发展的瓶颈、财务危机、健康问题，或者是人际关系的破裂。这些问题就像灰犀牛一样，虽然我们早已看到他们的身影，却常常选择视而不见，直到他们真正冲向我们。让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许多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都曾警告过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然而，大多数人选择忽视这些警告，认为市场会持续繁荣。结果，当危机真正来临时，无数企业和个人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忽视灰犀牛风险是多么危险。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灰犀牛。灰犀牛指的是那些我们本可以预见，却常常被忽视的重大风险。与黑天鹅事件不同，灰犀牛并不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它们是那些我们明明知道存在，却因为种种原因选择忽视的风险。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忽视这些明显的风险呢？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心理学原理。首先，人类天生具有一种正常化偏见，其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状态会持续下去。其次，我们常常受到确认偏误的影响，只关注那些支持我们现有信念的信息，而忽视那些与之相悖的警告。要应对灰犀牛风险，我们需要培养一种预警思维，这意味着我们要主动寻找那些可能被忽视的风险信号，并制定应对策略。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步骤：一、识别风险信号，定期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识别出那些潜在的危机信号。二、制定应对计划，一旦识别出风险，立即制定详细的应对计划。三、定期评估与调整，定期评估风险状况，并根据新信息调整应对策略。米歇尔·沃克在书中写道，灰犀牛风险之所以危险，不是因为它们不可预测，而是因为我们选择忽视它们。这句话深刻揭示了灰犀牛风险的本质，也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许多金融机构都收到了关于房地产市场风险的警告。然而，由于贪婪和短视，这些机构选择忽视这些警告，继续进行高风险的投资。结果，当市场崩溃时，他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忽视灰犀牛风险是多么危险。二、识别灰犀牛风险。识别灰犀牛风险是应对的第一步。我们需要培养一种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在风险尚未爆发之前就识别出它们。识别灰犀牛风险需要我们克服正常化偏见和确认偏误。这意味着我们要主动寻找那些可能被忽视的风险信号，并保持开放的心态，接受那些与我们现有信念相悖的信息。一多角度思考，从不同的角度审视问题，寻找那些可能被忽视的风险信号。二、寻求外部意见，咨询专业人士或经验丰富的同行，获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三、定期风险评估，定期进行风险评估，确保及时识别出新的风险。沃克在书中提到，识别灰犀牛风险的关键在于保持开放的心态和敏锐的洞察力。这句话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被现有的信念和偏见所蒙蔽。以一家企业为例，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企业管理层如果能够及时识别出技术变革带来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就能够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相反，如果管理层忽视这些风险，企业可能会在技术变革的浪潮中失去竞争力。三、制定应对计划。一旦识别出灰犀牛风险，下一步就是制定详细的应对计划。这包括明确目标、制定策略、分配资源和设定时间表。制定应对计划需要我们克服拖延症和分析瘫痪。拖延症让我们迟迟不愿采取行动，而分析瘫痪则让我们陷入无休止的分析和讨论中，无法做出决策。一、明确目标，设定清晰、可实现的目标。二、制定策略，根据目标制定详细的策略和行动计划。三、分配资源，合理分配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四、设定时间表，设定明确的时间表，确保行动按计划进行。沃克在书中写道，一个好的应对计划不仅要有明确的目标和策略，还要有具体的行动步骤和时间表。这句话强调了制定应对计划的重要性。
一个人理财为例，如果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可能面临财务危机，他可以制定一个详细的应对计划，包括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增加收入来源和建立应急基金。通过这样的计划，他可以有效地应对财务风险。4. 实施与调整。实施应对计划是应对灰犀牛风险的关键步骤。在实施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灵活，及时调整策略，以应对新的挑战和变化。实施应对计划需要我们克服行动恐惧和过度自信。行动恐惧让我们害怕采取行动，而过度自信则让我们低估风险，忽视潜在的问题。以保持灵活性，在实施过程中保持灵活性，及时调整策略。2. 持续监控与评估。持续监控风险状况，评估应对措施的效果。3. 及时反馈与改进。根据反馈及时改进应对策略。沃克在书中提到，实施应对计划的过程中，保持灵活性和持续监控是关键。这句话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及时调整策略。以企业为例，在实施应对计划的过程中，企业管理层需要根据市场变化或新的信息，及时调整策略。例如，在面对突发的市场危机时，企业可以迅速调整产品策略和营销策略，以应对新的挑战。5. 培养预警思维。最后，我们要培养一种预警思维，这是一种主动寻找风险信号，提前制定应对策略的思维方式。预警思维需要我们克服短视和惯性思维。短视让我们只关注眼前的利益，而惯性思维则让我们习惯于现有的思维方式，难以接受新观点。一、培养洞察力，通过学习和实践，培养敏锐的洞察力。2. 保持开放心态，接受新观点或新信息，保持开放的心态。3. 持续学习与改进，不断学习新知识，改进现有的思维方式。沃克在书中写道，预警思维是一种主动寻找风险信号，提前制定应对策略的思维方式。这句话强调了预警思维的重要性。一个人发展为例，一个人如果能够培养预警思维，就可以提前识别出职业发展的瓶颈和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通过持续学习和提升技能，他可以保持竞争力，避免被市场淘汰。通过以上对灰犀牛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识别和应对灰犀牛风险是我们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必须面对的挑战。米歇尔·沃克在书中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和实用的方法，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我呼吁大家认真阅读灰犀牛，并将书中的理念和方法应用到实际生活中。通过培养预警思维，识别风险信号，制定应对计划并持续调整，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风险，实现个人和职业目标。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激励大家：不要让灰犀牛风险成为你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而要让它成为你成长和进步的动力。希望大家在面对风险时，能够保持冷静和勇气，积极应对，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对你们有所启发。如果你对灰犀牛感兴趣，不妨找来一读，相信它会给你带来全新的视角和深刻的启示。谢谢。